祖广宁24岁，河北摄像师，女主人公李坤24岁，河北造型师，年收入5万元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非常好，好。现在你没有工作对吧？可以这么说。收入主要就是兼职吧。靠什么活着？靠女朋友，还有我母亲。啊，这个小片里面说到你有一个理想哈，你要拍一个让人震撼的片子，之后哪怕你立刻死去都行。可以这么说吧。啊，因为我觉得我价值实现了嘛。啊，他天天就梦想着要拍一部好电影，天天在创作是吧？对，我不知道他这最后能孕育出什么东西来。就像一只鸡在孵一个蛋。但是我感觉最后孵出来的东西，有可能它是一团气，有可能是一四不像。最好的一个状态，孕育出来一部真是世人敬仰的东西。进了戛纳也好，奥斯卡也好，它出来一个东西，这是一个最理想的状态。而理想状态之后，我又在哪儿？哦，我明白了。就是说，你现在不仅仅是对他现在的这种状态不满意，对，还有一种更深的担心。对，担忧。担忧。对，担心他拍成了大片之后，把你给甩了。对，我在哪儿？这是谁给你灌输的思想？怎么会有？对呀，这是谁给你灌输的思想？这很现实嘛。在北京要生活嘛，总要解决衣食住行。他呢，就是一个现实社会中的躯壳。他需要衣食住行啊，而他的精神并不在这些当中。他在干嘛？他在创作，每天看书。告诉我你现在每天的这个作息是什么样的，好吗？每天肯定要看1小时书，几点起？应该是9点。9点起床，然后做什么？看电影。啊。到几点？应该1上午吧。中午呢？中午吃饭。自己做。他来做，或者他做。叫外卖。下午。下午还是看电影。晚饭谁做？晚饭他做，但是我洗碗啊。对，不容易。洗完碗之后呢？看书啊。看书，看什么书？肯定是跟电影有关的书啊。每天都这样是吧？每天不是都这样，基本上是这样。基本上有一个这个逻辑的，就是我只要闲下来，没有事的情况下，那就是看电影。你一个月闲几天，忙几天？我能说他闲29天半吗？那半天呢？跟朋友出去喝酒。还有半天是去喝酒。对。那这个房租谁交啊？我来交呀。水电呢？我来交呀。菜金呢？我来交呀。衣服呢？我来买呀。网费呢？我不需要买衣服。对他。你还不需要买衣服啊？我很少买衣服。你基本不出门，你在家里看电影不需要衣服。我的衣服很早以前买的。大家可能听到这儿都很乐哈，但是确实呢，你能看到他还是有一些理想在。你这些事儿跟他谈过吗？我谈啊。他不是不干活，我一化妆师，我接活的时候出去干，没活的时候也就待着。我们最开始是住地下室的。就是说后来做一摄影工作室，我得逼着他工作呀，我们得吃饭呀。对，他不要求，我要求呀。他有特长吗？他摄影呀，最特长的就是摄影。摄影不是北京挺缺摄影，像什么婚庆公司啊、会议摄影啊。他觉得这些是糟了他。第一点，我没觉得这些是糟了我。因为我确定了一个目标，我觉得我做出的努力是应该朝这个目标不断前进的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如果我现在以我现在的条件，比如说我开不起车，对，我不要去开车，我吃不起龙虾，吃不起鲍鱼，我吃馒头咸菜也可以，但是我通过这个时间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馒头咸菜哪儿来呀？你不能老伸手跟你妈要钱呀！25岁你可以，30岁呢，你可不可以啊？创作不能丢，但是你要创收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我可以创收，我是可以创收。你毕业到现在创收了多少？这个不好计算吧？这真不好说，因为他所有接的活都是我去联系，照片、建组照、演员的艺术照这些都是一个模式，然后拍完了没有回头客，我又很忧伤这件事儿。他这个状况有多长时间了？毕业之后开始。到现在几年？1年？1年多。我是因为毕业之后我才找到了真正的理想，在这个地方。但是毕业之前我还没找到呢。明白了，上学的时候咱玩，毕业了之后咱学，生活的时候咱工作，工作的时候咱娱乐。我觉得我这样还好，我就怕毕业了之后
上学的时候没有学，但是有一点毕业之后还没有别人大4的时候开始实习，毕业之后找工作，这样鞋底儿都磨漏了，辛辛苦苦去找工作，找完工作好好干。你呢，有机会你并不把握。有机会我把握呀，我怎么不把握？我只是认为这个不是机会，我才没有把握。这么多抱怨，干嘛还守着他呀？一穷小子，还得花你的钱，有点理想，万一哪天成了腕了，你还没安全感。因为爱吗？哦，也就是说说而已，其实也舍不得他，是吧？但是，生活把你压碎了，击垮了。好导演的方向在发展啊，我只是迈出了第一步。那一步在哪儿？第一步是什么？看片学习。对啊，我要充实我自己嘛。啊，对。但是我迈出第一步的时候，就遇到了这么大的困难。什么困难？我身边最亲近的人来质疑我，来。我并不是质疑你，你有梦想是好。我当初不就看中你是一潜力股吗？但是我就感觉你必须得为了我妥协一下，是不是？我也很辛苦，我也要吃饭，我也要穿衣服。哪个模特出来了，人家都穿什么名牌背呀 LV， 我有吗？那驴牌不背也罢啊。是我不背，但是我得象征性的拿出一件来显摆吧。我是一女的，我有虚荣心，我也爱护这个。我在为这个我所需要的这种创作上面，我在努力。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啊，你是说拍一个老男孩难度大，还是买一辆150万的奔驰车难度大？对你而言，两个难度都大，你没有钱拍。那按照你的说法，这两个难度都大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买一辆奔驰车，也就是带着你，你觉得哎很光彩啊，人前显圣啊，对我傲视多尊啊，能受益的就是咱们这几个人，对不对？但是我拍出一个老男孩，那是感动了多少70后和80后？他感动完了，给你什么了？感动完了，你得到什么了？我在创造。别人很感动，你呢？我也很感动。你很感谢，谢谢你。没了，完事儿了。所有社会推动社会的主要是这样一种人。小组，我提一个最现实的问题：有一天如果他的工作也不是特别顺利，我工作很多时候都不顺，有时候1个月就挣不了多少钱，交完房租没了，吃什么？那你们俩吃什么呀？借钱呗，找朋友呗，下个月再还，办信用卡干嘛的？借钱和还钱这也是一个挺合理的事情。因为他放着也是放着嘛，你借来，然后你有钱再还他。对人家你给人利息吗？那为什么你不去借？你为什么跟社会脱节？你每次都是你去借。对啊，你觉着所有的事儿就应该我担着我扛着，你作为一爷们儿，你就不管，你就不在意，你就不上心，是吗？这个，你不算。还有就是，我很多时候，有时候我跟我家里要钱，我都不让你跟你家里要钱。我知道你拍片，你妈一下子给你掏那么多钱给你拍片，家里边也挺伤，又不是啥有钱人，是不是？家里边也伤，我都不让你要钱，你就不会想到我为你考虑，我出于你的心情，我从你那儿发展了，想了，你从我这儿想了吗？你把我摆在你心里的什么位置？你为了拍一小样2万块钱，你自己出去挣钱去。你这2万块钱，你分给我1000，我给你做饭行不行啊？你2万就全投进去，我什么都没有。我想要车，我自个儿买去；我想要 LV， 我自己买去。我要你干嘛呀？我。那你要我想干嘛呀？你是想要我给你买房，想要我给你买车，对不对？还是最开始那个问题，我让你灵魂回到你这个躯壳里，就是说你需要衣食住行的同时。听明白了哈，我们都听明白了。导演，我个人觉得好像这2件事不矛盾哈。我也觉得不矛盾，是吧？但是他总把这个混为一谈。不是他把它混为一谈，是你把这件事给劈开了。一会儿专家给你一分析你就明白了。来，我们进入到真心丘比特问卷。广宁啊。人有梦想固然是件好事情啊，我支持你。但是如果在天上飘的梦想的话，那就没办法支持了。一个没有行动的梦想，那就是空想，你知道吗？觉得我在行动啊，你在行动，大家都没有看得到，你知道吗？一无不扫，何以扫天下呀？做好一件事儿，拍好一部片，爱好一个人。而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做好一件事儿，就是先独立。我感觉我现在是最眼前的一件事儿，他没有去做好。他没有做好一件事，没有一份独立，他怎么爱你呢？
独立都不能独立，那爱你不是空虚的吗？我真的想放手，但是他不吃饭会饿，我会心疼。真的是在之前会。但如果你不饿他的话，他就永远都是这个样。如果你的男朋友成功了，你一定是炮灰；如果他失败了，你就是元凶。然后我再跟男方说一下，现在的状况是不能独立生活，是吧？自己心爱的女人不能保护，对吧？动不动伸手跟妈要钱，是吧？一只寄生虫永远拍不出伟大的作品。我并不觉得他是一只寄生虫，他在这个你不要再保护他了，知道吗？我不是要保护他，但是他是我男朋友，我感觉，我说他行，但是你们现在啊，对，你们别说了，让他自己说吧。真的，他就是，我不管他怎么样，我还是支持他。你希望他成功，我们完全可以理解，我们也希望他能够成功，但你支持他的方式是错误的，你在毁他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他也会灌输我很多东西，所以我一直坚持，一直坚持。然后，但是我感觉这种坚持，真的就是会让我自己很受伤。你支持他的方式应该是正面的。对，但是你现在就是一保姆吗？你？他就一直告诉我说，就将来咱们怎么样，会出一个真的是很美好的一个东西，然后来让我。所以我说你们俩一直在谈理想，你们两个没有谈爱情，也没有谈生活，你们俩都在谈理想。因为我也是一个很要强的人，要不然我可以像很多小女孩一样，我去追求一个爱情，我可以罗曼蒂克。但是我真的是一个很理想化的人，我想出来，我想在北京，在全国乃至全世界，让大家说知道背后有我这么一个人。真的，我也很理想，但是我觉着我不可能，我不想再用我的理想去推他那个理想。那又怎么样呢？你顶多是他拍出成功的作品之后字幕上的一个名字。对，这种，而且我这样，没准就现在这个情况下，就那个名字还得打个框。小祖自己申辩一下吧，他们说的有理吗？有理啊，因为每个人存在都是有道理。他爱你吗？你可以问他。我问你啊，导演。我觉得爱。OK， 那你爱他吗？爱。真的爱吗？真的。啊，真的哈。但是，他，可能我对他做的有点过分。OK， 但是不代表我不爱他。哦，明白。就我特爱你，我拿刀把你捅死，因为我爱你。你因为你爱我，所以你活该。对，是这意思吧？解释过来。我们回到现实生活里，今天爸爸妈妈都来了，来踏浪，旁观者清。李叔叔好，阿姨好啊！对这个未来的女婿满意吗？不满意。啊，怎么了？因为你看啊，在座的每一个父亲母亲，谁愿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理想主义、幻想主义家呀？啊，女儿吃这么多苦，您知道吗？以前他没跟我讲过。哦，今天听了难受是吧？特别难受。啊，爸爸呢？从起点啊，我就说我不赞成这段婚姻啊，因为啥呢？我女儿这光复出来啊，到出名的时候，我女儿成炮灰了。祖妈妈，对，听我们大家这么说，您的儿子心里肯定也不舒服喽。无所谓了，实际上很多他说的都是事实，都是现实啊。我觉得李坤这孩子很不易，正是。也看出来吧，对我儿子是爱之深。小祖有梦想特好，我也这么想的。我不一定会实现它，但是要追求，可是，在追求的过程当中，一定不能伤害了自己和身边最爱的人，对不对？那将成为一个什么人？那我可以问您一个问题，那比如说李白，他因为他的儿子都是傻子，但他创造了这么多的诗，他杀害了他的亲人。但是创造了这么大的，你还真希望一将成名万骨枯哈？你拿一个杰出的人生出的残疾孩子来说事，你心里还有什么呀？你去拍电影吧。如果我是你，我会跟他说再见。我不要这样冷漠的，只要所谓电影梦和成功的男人。你什么都没有，你成功了，你也一无所有。我没有见到任何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内心是没有爱的，你有吗？我觉得我有。你的爱在哪儿？你爱谁？除了爱你自己。妈妈在那儿，你爱他们吗？小李的父母在那儿，你爱他们吗？我当然爱他们。你爱小李吗？你给他们什么了？你就说我爱你们就够了吗？然后让他天天哭泣，就这样吗？来，黄金6首。
表白吧，小虎！听了大家的意见，有什么想法，说给你爱的女人听吧。我觉得可能我在追求梦想的路上会犯过错，会走错了一步，但是我的初衷是好的，我始终会坚持这条路。我在追求梦想的同时，我不要忘了我还有另一半，我还有我的家人。我觉得我会在这生死之间找到一个好的平衡点，能给你带来一个温馨的家庭，一个你理想状态下富足的生活。时间到了，他要的并不是富足，他要的是幸福感。来，李坤。我感觉我能说的、能做的都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努力，就是说能不能坚持我就不知道。我想请在座的各位能不能给我一指引？你们同意我再跟他在一起吗？能大点声吗？我听不见。你听见了吗？现场多一半的喊声是不同意，真的是。好多人都说不同意，你能告诉我吗？我应该怎么做？我该怎么做？你能再跟我说一句吗？你说我应该留下还是应该走？你应该相信我。但我相信你，你会怎样？我会努力多为你着想。确定吗？好，时间到了，但是这就是规则，有如生活的很多基本法则一样，没有人会扼杀别人的理想和梦想，但是所有的人都会告诉你，在你追求你所要的这一切的同时，请你记得，生活还有比这更重要的，而你身边的人。懂得珍惜吧。来，两位请回到原点。我已经为你付出了3年，我不知道我未来还可以为你付出多久。今天我意识到了，我有一些错误，我要修正，但是你还可以给我机会吗？这样一对年轻人，他们相爱，但是有人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有了错位，他们能够往幸福再走一步吗？来，请关门。各位拿起手里的表决器，我希望你们慎重，因为立坤刚才在问你们的时候，似乎这个难题让他很难，他想听听观众的意见，你们的意见真的很重要。来，请选择。在这个现场，我们的观众朋友有81.82%的朋友选择了分手，那是因为看到了一个姑娘苦苦的付出，好像得不到任何的回报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数5个数，看一看这对恋人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。来，一起来，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